正在科威特进行访问的美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举行会谈时，就再次向其施压，重申美国对世卫组织在包括中国等地进行更多溯源调查的支持，强调下阶段溯源调查应当及时、基于证据、透明、专家主导、不受干涉，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应当团结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对此回应表示，美方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做到。首先，布林肯说溯源调查应当基于证据，美方却空口污蔑中方实验室泄露，造谣所谓3名武汉病毒所员工患病，但连这3人名字都无法提供。其次，美方强调溯源应由专家主导，却动用情报部门开展调查，排挤打压客观理性的科学专业人士。此外，美方声称溯源要不受干涉，却有媒体报道称，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去年1月初采集的美国国内血液样本中检测出新冠肺炎抗体后，美国政府高官以干扰对华溯源工作、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为由，叫停了该溯源调查项目，封存了当年1月2日以前的血液样本，不再检测。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0万的中国网民联署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堡生物实验室。美方如果真心想要支持溯源调查工作，就应该回应这些呼声，展现开放透明姿态，让世卫专家去美国调查。对于目前世卫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第2阶段溯源计划，赵立坚表示，该计划未经世卫成员国一致同意，不符合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要求，不符合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结论和建议，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新成果，无法作为第2阶段溯源合作的基础。实际上，为支持和配合世卫组织开展第2阶段全球溯源工作，中方专家基于中国世卫组织开展的第1阶段溯源工作及联合研究报告，在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第2阶段溯源计划之前，就主动向世卫组织提交了对下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赵立坚介绍，这是一份科学、专业、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案，认为第2阶段研究重点应放在动物中间宿主引入、冷链传播等联合研究报告明确的非常可能和可能等潜在传播途径，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开展溯源研究，对现有研究成果和新证据要进行评估分析，基于公开研究证据，经过综合评估，确定第2阶段溯源的地区和工作方案。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当让科学家们把新冠病毒来源研究清楚，从而更好地防范未来风险。我们坚决拒绝政治溯源，对于真正的科学溯源，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与此同时，更多的科学家站了出来，揭批美国将溯源政治化的嘴脸。今年5月，美国科学杂志曾发表一封由18名科学家签署的公开信，声称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没有平衡考虑自然起源和实验室泄露2种理论，呼吁要认真考虑实验室泄露假说。这封信一经刊出，立刻引发阴谋论者关注，多家西方媒体第一时间对此进行转发，并称实验室泄露假说得到科学界支持。看到出现这样意料之外的后果，公开信联署人之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帕梅拉·比约克曼日前给自媒体播客节目《本周病毒学》写了一封简短的信，澄清了自己的本意。他说，参与联署科学公开信是因为他原本认为这封信将有助于募集更多资金，用于在动物宿主中寻找病毒。比约克曼在澄清信中使用"天真"一词来表达他的后悔之情，并称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份刊登在全球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之一《科学》杂志上的信会被用来推广实验室泄露阴谋论。深圳卫视记者周3晚通过邮件联络到比约克曼的助手马尔塔·莫菲。莫菲回信表示，尽管比约克曼本人认为新冠病毒更有可能源于自然，但他并非专门研究病毒起源的专家，因此在这方面应听取该领域专家的意见。莫菲在邮件中还提到，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被政治化，让比约克曼深感遗憾。